女孩不小心在别人的坟前磕了个头，结果被坟主人的儿子正好看见。磕了我家坟，就是我家的人。女孩每年清明节都陪父母回乡祭拜祖先，这次她偶然看到一个无人照料的孤坟，父母跟她说这是村里陈姓邻居的坟墓，老两口过世后儿子也不知去哪了，是死是活谁都不知道。可他们不知道的是，陈家儿子如今已是京城著名的千亿集团的总裁。母亲这时拿出邻居送的荷包准备烧掉，女孩觉得荷包绣工精美，烧了怪可惜，便从母亲手里抢过来挂在了自己包上。此时女孩收到了老师打来的电话，老师得知她现在正在找工作，便安排了一场饭局，计划把她介绍到朋友的公司里上班。而老师的朋友正是刚从国外回来的总裁。到了晚上，女孩按照老师的指示来到酒店，这时女孩身上荷包的铃铛声瞬间引起总裁的注意，原来这荷包是总裁小时候妈妈给他缝的护身符。25年前的东西，没想到会用这种方式回到我身边。Chris， 加瑞克的事回头再说。吃饭的时候，老师不停向总裁推荐女孩，希望他能给女孩一个工作机会。而总裁的视线落在了女孩眼角的疤痕上，女孩说这是儿时贪玩被小狗咬伤的，多亏了邻居家的小哥哥拼命送她去医院。女孩怎么也想不到，坐在对面的总裁就是当年拼命抱她去医院的小哥哥。随后总裁的目光停在女孩的荷包上，并说她这个荷包很漂亮。而女孩以为总裁觉得这东西很幼稚，急忙解释是老家邻居阿姨绣的，她觉得好看所以一直戴着。这时候老师也是出来打圆场，说女孩和总裁是老乡。赵小姐是兴营哪里人？兴宜凤舞，我们那地方有点小，您可能没听过。凤舞好，我去过。您还去过我们那种小地方啊？这也让总裁确认，女孩就是他挂念多年的妹妹。总裁凝视着这张思念已久的脸，他当即答应老师给女孩安排工作，并以明天面试为由主动添加了女孩好友。第二天，女孩的正式面试被安排在了一家顶级餐厅。女孩误以为用餐也是面试的一个环节，为了给总裁留下良好的印象，便打算自掏腰包请总裁吃一顿大餐。可当他拿起菜单时，就被上面的价格吓得直咽口水，满心尴尬之下只点了最便宜的东坡肉，而总裁却点了满满一桌子的山珍海味，还轻声安抚他只是简单请他吃个饭，不必太过紧张。面对一桌子从未见过的山珍海味，女孩显得有些手足无措，随后便忍不住狼吞虎咽了起来，很快就将手中的鸡汤喝得一滴不剩。总裁见她一副意犹未尽的模样，便将自己面前的那份鸡汤也推到了她面前。你喝吧，这粥我没动过。完蛋，让大佬看出来我没见过世面了。你期望的月薪是多少？当被问及期望薪资时，女孩犹豫了许久，才小心翼翼地说出了15000的数额。回去等通知吧。面试结束后，女孩在家焦急等待了好几天，却始终没有收到任何回复。就在她快要心灰意冷准备放弃的时候，突然收到了总裁发来的录用通知，月薪竟然高达5万。女孩欣喜若狂，差点跳了起来。上班第一天，总裁就派了顶级豪车前来接送她。更让她震惊的是，总裁为她安排的员工宿舍竟是一套顶级豪华公寓。不要带其他人来这个房间，包括你男朋友。明白。随后，总裁简单向女孩交代完工作事宜后，便匆匆离开了公寓。然而他并没有走远，而是来到了公寓对面的一栋房子里，站在阳台上偷偷观察着女孩的一举一动，眼底满是藏不住的温柔与牵挂。可没过多久，他就发现女孩在接到一个电话后就离开了公寓，并且还在楼下跟一个男人搂搂抱抱。这甜蜜的一幕被楼上的总裁尽收眼底。